1年前，我穿越到了这恐怖的异世界，诡异复苏，兽神降临。拿起剑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我是这世界唯一的希望啊！武装进化！我穿越到了一个如同炼狱一般的末世。救命！这是什么东西？快跑！世界末日了！神啊，救救我们！这个世界诡异横行，怪兽噬人，普通人在劫难中毫无自保之力。检测到宿主生命受到威胁，超神铠甲系统启动。新手大礼包已下发，获得5型超神铠甲、火之降魔铠甲召唤权，超时代人工智能 AI 0号。初次见面，指挥官。指挥官，你谁啊？这是哪儿？我是您的专属系统智能0号，您是系统自诞生以来唯一满足激活条件的宿主，您的基因序列与系统匹配度为100%。为什么是我？蓝星上所有人类的觉醒都需要靠运气随机触发，但您不同，您是被系统主动选中的，这概率无限接近于0，或者您可以理解为天选之子。天选？真的假的？是的，您将拥有这个世界绝对的力量，但如果您拒绝，您将在接下来3秒内被面前的诡异杀死。所以您考虑好了吗？但我能主宰这些诡异们的生命。铠甲合体！这手感爽。本天。队长，这怎么可能？全是瞬杀！这家伙到底是谁？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灵气复苏的波动才刚刚散开，觉醒者们还在总部受训。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是天生觉醒者，在灾难爆发的一瞬间就完成了进阶？你们是谁？这是……全员启动镇魂协议，结防御阵型。目标是3阶灾祸级鬼物空巡者，扣住他，等到支援。这里交给我们镇业司处理。你应该是刚觉醒吧？马上离开这里，这不是你能参与的战斗。觉醒者3阶，他们好像对付这种怪物很有经验的样子。指挥官需要0号为您解答吗？我已经破解了这个世界的基础网络哦。说。这个世界鬼物一直存在，只是被一个名为镇业司的官方组织压制了消息。他们将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类称为觉醒者，并根据能量强度划分为1至9阶。
不过呢，在您到来之前，2个世界的壁垒还算稳固，过来的都是些小鱼小虾。但现在2界壁垒破碎，彻底融合在一起。0号，那我呢？我现在是几阶？在您击杀这些鬼物后，您与降魔铠甲的融合度已提升至30%，综合战力评定等同于3阶觉醒者。主人，击杀鬼物可以持续提升融合度，解锁铠甲更强大的能力哦。开火，攻击他的关节，别让他起飞！这甲可太硬了。子弹打不进去，队长顶不住了。一脚秒杀了3阶鬼物。报告将军，目标深渊无虫的甲壳防御力已经超出现有常规武器的破防上限。根据模型推演，想要彻底消灭它，只有动用天剑系列战术导弹。不行，天剑的爆炸范围会波及旁边的 H 市，而且我们库存总共就3枚，那是用来威慑更高阶鬼物的战略武器。我们的4阶觉醒者呢？报告将军，龙队正在镇守荆棘裂缝，无法凑身。剑圣前辈在东海深处牵制海兽，唯一的机动人员凤凰，在10分钟前与任务中失联了。如果让他继续吞噬进化，华夏可能会诞生第1头5阶鬼物，到那时就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了。传我命令，通知 S 市的镇业司分部成员执行归零计划。所有小队注意 ，S 市中心监测到4阶鬼物能量波动。重复，4阶。所有小队立即放弃清剿任务，转为引导民众撤离。1小时后，指挥部将对该区域进行饱和式火力覆盖。炮火覆盖？开什么玩笑！队长 ，S 市有上千万居民啊！这是最高指令。我叫林雪，镇业司 S 市分部第3小队队长。现在情况万分紧急，1个小时后，这里将变成一片火海。我需要你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尽可能多护送民众撤离。指挥官，0号为您扫描了全城的高阶能量反应。目前城内共发现5只3阶鬼物，以及1只正在朝市中心移动的4阶鬼物哦。4阶，就是刚才那种大家伙的进化版吗？是的，只要您击杀全部5只3阶鬼物，降魔铠甲的融合度就能达到解锁条件，召唤第2套超神铠甲。放弃，在我的领域内没有放弃这个词，把这群诡异全宰了就行。你知不知道4阶鬼物意味着什么？那不是靠1个人就能……他一个人去找鬼物了？他疯了吗？他要去单挑1头4阶诡异。报告将军 ，S 市第3小队队长林雪，紧急通信：3阶灾祸级鬼物空巡者被一名身份不明的铠甲人一击秒杀。不可能，那可是3阶灾祸级，我们一个满编小队都只能勉强牵制。刚觉醒的新人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情报是不是有误？报告，刚收到林雪小队上传的情报，对方拒绝撤离，并宣称要独自解决所有高阶鬼物。荒唐！3阶和4阶之间隔着鸿沟，他杀了1只3阶就以为自己无敌了吗？将军，归零计划不能停，1秒都不能耽误。4阶鬼物一旦彻底苏醒，半个华夏都要陪葬。将军，我们赌不起。传我命令，撤离时间延长30分钟。告诉林雪，全力配合那个铠甲人清理诡异。但如果1个半小时后我们没有收到4阶鬼物被解决的任何消息，就立刻启动归零计划。我亲自按下按钮。指挥官，前方3公里处发现3阶诡异能量波动，周围有生命信号数量正急剧减少，是否前往？给我位置。我们今天都得死在这里。支援呢？总部的支援呢？子弹打不进去，队长顶不住了。火拳！是支援吗？太猛了！这火力是总部派来的王牌吗？
人呢？各小组注意，立刻停止与高阶鬼物交战。你们的任务是清理残余的低阶鬼物，引导民众撤离。重复，不要主动接触3阶级以上目标。收到，队长。刚才有一位……知道，听着，这是上峰的命令。如果在任务区域遇到一个穿着红色铠甲的人，无条件配合对方的行动，不要提问，这是最高优先阶级的指令。红色铠甲？难道是总部传说中的那位大佬来了？是总部派来的哪位大佬吗？龙队还是剑圣前辈？都不是，他是一位刚刚觉醒的先天觉醒者，而且能秒杀3阶鬼物。今天刚觉醒，开什么玩笑？刚觉醒就能秒杀3阶？那我们这些拼死拼活才升到2阶的算什么？恭喜指挥官，连续吸收鬼物能量核心，降魔铠甲融合度已提升80%，已满足特殊武装激活条件，正在为您解锁降魔铠甲专属武器审判之刃。审判之刃。我喜欢这个名字。报告，第3只3阶诡异确认消灭，耗时3秒。刚觉醒的力量，3阶啊，在他面前就像割草一样。将军，您看这个，先知在3年前留下的预言，说华夏面临中原之时，会有5位执掌神器的守护者降临，前4位都已归位，也许他就是预言中最后一位。很有可能，立刻核查他的背景。查到了，苏晨 S 是普通市民，诡异降临前没有任何武道和觉醒记录，背景干净，纯粹的临战觉醒。通知鹰眼小队全速赶往 S 市，如果苏晨在1个半小时内没能解决4阶诡异，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他给我带出来。第3只。指挥官，只要宰了他们，降魔铠甲的融合度将突破临界点，觉醒第2形态。0号，剩下2个在哪儿？警告！警告！检测至超高强度能量波动逼近，危险等级疑似4阶，距离1500米、1000米、500米。4阶，正好试试新刀的威力。将军，这头3阶诡异正在完成最后的蜕变，一旦成功 ，S 市相当于存在2只4阶诡异。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挡得住这种怪物？立刻联系鹰眼小队，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给我把速度提到极限，全速前进。将军，来不及了，按鹰眼小队的常规速度，至少还需要40分钟。那就用命来换时间。向 S 市所有镇野司作战单位下令，立刻放弃当前任务，向苏晨所在坐标集结，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拖住那头怪物，为苏晨争取时间。将军，这会让其他区域的防线全面崩溃，市民的撤离。如果让那东西成功晋升4阶，崩溃的就不是一个防区，是整个华夏的东大门。我们没有退路，执行命令。指挥官，目标能量等级超出当前融合理论最大输出，胜率无法计算，是否考虑撤离？算不出来，那就用这一刀自己算出来。解锁了新技能，正好拿你这头家伙来试试它的威力。奥义，封魔斩！恭喜指挥官，击杀3阶蜕变体深渊巨兽，降魔铠甲融合度已达100，审判之刃已完全同步，铠甲性能正在进行迭代升级，预计用时1天，解锁权限达成，第2形态巡天铠甲已激活。成功了。人类成功了！他成功了！那头怪物被一剑秒杀了！爱之血，我们赢了！什么？能量读数爆表了！是真正的4阶，而且是智慧型！鹰眼小队呢？这里是鹰影，已锁定目标，请求开火！开火！所有单位开火，掩护目标，绝不能让他出事！我们赢不了的，我们的高科技在4阶诡异面前完全没有作用。指挥官，目标能量等级为4阶智慧型，等级极高，
降魔铠甲已过载，您的生命你别说没用的，给我方案。巡天铠甲已激活，随时可以切换。刚才那一击够狠，不过现在该我了。那个人形诡异的能量反应消失了，消失了！你是说解决掉了？一击就凭那套新的蓝色铠甲，一击就不，没有用。他的能量毒数毫发无伤，连一丝衰减都没有。完了，他在召集诡异大军，这是彻底的围剿。哦，开始叫小弟了，也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苍穹之枪，指令确认，水之武装，水鸣枪。等你很久了。欢迎来到我的风暴中心。奥义，天穹风暴！4阶也不过如此。真的杀掉了，那是能瞬间秒杀鹰眼小队的4阶怪物。能量信号确认消失，苏晨，他真的做到了！等将军，看雷达，全城的诡异都在朝那里冲锋，他们疯了！他们想要干什么？警告！检测到超大规模诡异生物融合反应，目标能量波动正在呈几何倍数跨等级增长，请立即撤离。这特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警告，无法定义目标级别，目标能量正在接近5阶。不行，完全锁不住，能量输出还在飙升，4.8、4.9正在向5阶逼近。将军，这不是复活，他在进化，他在利用那些诡异尸体的能量重塑躯体。5阶，那是传说中足以抹平一座大型城市的天灾级诡异。我们手里的归零计划就算全部引爆，也根本杀不死他。5阶一旦跨出 S 市，整个防线就会全面崩溃，这就是灭国级的灾难。将军，前线传来消息，4圣已经完成任务，正在全速回援。立刻传令，放弃所有休整，全员转到 S 市，哪怕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把这头怪兽死死钉在那儿。骗人的吗？真的是谁能战胜的吗？指挥官，检测到目标产生高维度压制力场，你的身体数据正受到环境干预，能量输出效率下降了30%。苏晨，快跑！那不是你能对抗的。连镇野司的总部都撤销了作战命令，放弃吧，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放弃？只要我还站着，这里就还没沦陷。你们快走！指挥官，火之降魔铠甲核心系统已完成同步升级，能量炉激活，全面武装进化指令已解锁，是否执行？执行。武装进化。
他在干什么？他难道想一个人对抗整个怪物？进化指令确认，降魔装甲核心魔族启动。这根本不是铠甲，这是神明降世啊！能量毒素，将军，将军您快看，能量毒素疯狂暴涨，正在逼近5阶。这是进阶。这一刀是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士。警告！目标自愈速度远超预期，检测至目标体内蕴含大量生物气能，其能量丰度等同于微型核反应堆。简单来说，在能量耗尽前，它就是不死之身。不死之身，不死，那是弱者的无知。既然烧不干净，那就连同这片天地一起蒸发。特妈的，上面疯了吗？让我们去送死，那可准5阶的玩意儿。别废话了，如果挡不住，大后方全得玩完。那是啥？这真他妈是4阶怪兽能搞出来的动静？这已经不是战斗了，这是单方面的警示。那是苏晨，这才多大！我的个乖乖，这小子哪是人啊？这简直就是个战神！恭喜指挥官已达成怪兽终结者成就，获取觉醒者药剂制造图纸1份。制造药剂的核心材料就是4阶怪兽体内的核心晶体，我已替指挥官收集。清零了，能量变动彻底清零了，怪兽被消灭了。将军，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好了。4圣加速前进，全员到 S 市集结！我要亲自去见这位英雄。苏晨兄弟，我是青龙，之前多有不敬，你这一战服了。哈哈哈，这下我们4圣要改名叫5圣喽。苏晨，好小子，苏晨，你彻底斩杀了那头5阶怪兽，你是人类的英雄。苏晨，我代表镇业司邀请你成为我们的第5位司长。各位辛苦了，从 S 市赶回来，没时间给你们休整，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糟。怪兽第一次出现在蓝星是3年前的南太平洋，最初只是零星的几只低阶怪兽被我们迅速浇灭，但从1年前开始，它们的数量和等级开始爆发式增长，直到如今全面入侵。我们一直怀疑，在这群毫无智慧的怪物背后，可能存在一个怪兽之王，在统一指挥着他们，而我们的觉醒数量却远远不够。妈的，一夜之间，全世界都出现了4阶怪兽，这群是商量好的吗？以往1年都未必能出现一头4阶，这绝对是有预谋的全球性攻击。没错，但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这些空间裂缝到底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曾派侦察小队进入裂缝探明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果是无一生还，只要踏入就会彻底失去联系。将军，觉醒者数量的问题，或许有办法。有什么办法？没人能控制觉醒。
怪兽达到3阶之后，体内会凝聚出一股狂暴的生物能量，这股能量可能是剧毒，但若能成功稀释，就能刺激人类基因链，诱导觉醒。简单说，我们可以制造出觉醒者药剂。开什么玩笑？用怪兽的能量，那不等于直接注射病毒吗？你说的这种方法，我们也试验过，但全都失败了。所以我说，需要分解和稀释，而中和这股能量的东西，就存在于4阶怪物体内的能量晶体里。苏晨，你说的有几成把握？只要材料足够，我有100%的把握。成功了，将军！数据模型完全匹配。这不仅仅是匹配，这种药剂的稳定性简直是艺术品，它能完美中和生物能的。直接说结论。结论是可行，绝对可行。根据苏科长提供的配方，1枚4阶晶体，剔除杂质后可以稳定制造出10瓶高纯度的觉醒者药剂。这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晶体，我们能让一支军团觉醒。苏晨，你给蓝星续了命，你不知道这10瓶药剂意味着什么？这是火种，这是翻盘的本钱。苏晨，有些事现在必须告诉你了。在第1道裂缝出现前，一位号称先知的觉醒者留下过预言。他说，蓝星注定有此一劫，但劫难中会有5位救世者降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他们4人就是先知口中那5位救世主的其中之4。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那第5个人，直到你出现。苏晨，你就是那第5位救世主。只要你们5个人还活着，只要你们联手，蓝星就还有希望。指挥官，根据对该文明资料库中先知预言的算法解析，以及对那4名觉醒者能量频率的对比，结果显示逻辑错误。逻辑错误什么意思啊？所谓的5位救世者，在原始预言的底层逻辑中，实指的并不是5个独立的生物个体。指挥官，根据我的算法推演，那所谓的5位，其实是指5种截然不同的原始铠甲形态。也就是说，从始至终，救世者都只有1个人。0号，5种铠甲形态解锁的条件是什么？报告指挥官，铠甲的进化需要吸收特定属性的高阶怪兽能量核心。简单来说，只要您不停地击杀高阶怪兽，就能逐步解锁所有形态。只要杀怪就行，就这么简单？猎杀是最高效的进化方式。苏晨，我想亲手试试你到底有多强，我们练练手怎么样？你这个战斗疯子，人家刚来你就迫不及待了。什么话？战斗才是男人之间的浪漫。难道你就不想看看一个斩杀无限逼近5阶怪兽的男人到底有多强吗？可以，不过你们4个最好还是一起上。哈哈哈哈！小子，你他妈说什么？你4个联手，就算是真正的5阶怪兽也得死！我需要一个足够强度的测试，来评估我现在的极限。你们一个一个上。不够，没问题。测试过程中，如果你觉得无法承受，我们就立即停手。好，去地下试炼场，我也想看看我们蓝星的希望到底有多亮。这才是战斗。动手！热身结束了。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有了，我连一招都接不下。指挥中心，什么情况？将军，出大事了！就在1分钟之内，华夏东北、西北、华南、西南以及中部地区同时侦测到超高能反应，5个全新的空间裂缝同时开启了。能量等级呢？初步检测，每一个裂缝的能量变动都无限逼近5阶。青龙，不能再等了，
东北的裂缝归你，白虎你去西北，朱雀、华南、玄武、西南，这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怪兽都给我堵在裂缝里。苏晨，中部的裂缝是5个里最强的，你可以吗？交给我。出发！来吧，来吧，都来！报告，东北战区已肃清。报告，西北战区已肃清。华南、西南、中部全部肃清，我方零伤亡。白虎，这次速度这么快，不是5阶能量波动吗？我他妈哪知道怎么回事？雷声大雨点小，就出来这么一帮废物。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仪器出问题了？不可能啊，将军，数据绝对没有错，能量源的强度就是这么高，除非这些能量没有用来传送怪兽，而是……怎么回事？地震吗？将军，那5个裂缝是诱饵，是用来汇聚能量的。真正的目标是4-9城，怪兽就在我们脚下。各小组注意，5大裂缝全是陷阱，真正的4阶怪兽已经入侵首都4-9城，还有沿海战线，刚刚也爆发了大规模空间裂缝，华夏全境告急。苏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华夏最后的希望了。无论如何，你们都要活着！那帮玩调虎离山！4-9城要是没了，家就没了。4阶既然敢来，那就都留下当肥料。镇业司所属，全体都有。全体死战不退。回来啊！一定要赶回来！林浩，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回到4-9城？进入空间裂缝，通过空间夹层进行超光速跃迁，预计耗时3分钟。那不是等同于有去无回？空间夹层内存在着高强度的空间乱流与毁灭性的能量挤压，它并非无法穿越，而是对穿越者的肉身强度有着极高的要求。以往华夏派遣的探索小队，其肉身强度远未达到承受空间压力的最低上限。于他们而言，进入裂缝的确是死路一条。而指挥官完全满足安全穿越的基本条件。原来是这样。这里就是他们的巢穴。为什么怪兽的世界能看到蓝星？
报告将军，第一道防线守住了，第一批兽潮被我们成功抵御。可是地下的能量监测指数没有丝毫下降，甚至还在缓缓攀升。传我命令，二线部队顶上，替换一线，让第一批的兄弟们撤下来休整，补充弹药和体力，快！是。焚海灭世！根本杀不完。0号，为什么怪兽的数量在成倍增长？这里的空间感越来越奇怪了。警告宿主，根据当前能量波动分析，怪兽世界正处于位面捕食状态，它正在和蓝星世界进行物理重叠，坐标重合率已达15%。倘若两个世界完全重合，空间壁垒将彻底消失，届时两个世界将合二为一，蓝星将沦为怪兽世界的殖民养殖场。有没有办法阻止这种重叠？要在空间交汇点注入超恒星力量，产生空间排斥，将位面脱离。以您目前的能量，成功率不足0.01%。这些以后再说。现在我怎么从这里直接跳转到4-9城？我没时间在这里和这些杂碎耗死几天。4-9城的空间裂缝属于双向稳定通道，目前处于完全开启状态。指挥官只需抵达投影坐标对应的空间锚点，穿过空间裂缝即可实现反向穿越，瞬间降临首都。监测到4-9城2城锚点处有极强的高位能量反应，预计将有5阶怪兽降临。是的，且根据脑波监测数据分析，该个体进化出了高等智慧，它是指挥官，而非单纯的野兽。智慧生物，那杀起来应该更有意思。将军，监测数据显示，兽潮的能量反应正在持续减弱，后续补充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也许这一次我们真的守住了。算算时间，他们5个也该回来了。将军，出事了！5位司长的通讯信号全都中断了。什么叫全部中断？说清楚！苏神司长的信号是在中部盆地之战结束后不久消失的，我们以为是设备故障，但是就在刚才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其他4位司长的信号也接连消失了。最后的情报呢？青龙在失联前说了什么？青龙司长传回了最后一条加密音频，非常短促。经过解析时，遭遇强敌，有高阶怪兽袭击。这头怪兽一定是在拖延时间，掩护我，必须把情报传回指挥部。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立刻组织最精锐的突击队，活要见人，死也要把他们的遗体带回来。将军，等一等。等还要等什么？再晚1秒，他们生还的希望渺茫1分。将军，您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边境警报说监测到4阶能量，结果青龙他们赶到后，面对的只是一群3阶杂兵。可就在同一时间，我们这里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兽潮，甚至还出现了那头狡猾的4阶怪兽，专门伏击回防的司长们。你是说他们？是的，将军，他们有智慧。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我们的战争。能量吸收效率提升300%，检测到宿主基因链正在高速优化。还不够快！水之巡天铠甲觉醒度78%、79%，觉醒度已达80%。
是司长们，四圣司长回来了，救星来了，我们有救了！将军，四圣归位，4、9成保住了。苏晨呢？我问你们，苏晨在哪里？警告：高能反应员接近，确认目标5阶怪兽，等级灾难级，建议指挥官立即撤离。今日我若退一步，就不配为炎黄子孙。监测到高频指挥信号，该个体正在指挥作战。来呀，沙西们！今日我在，诚在，人族星火不灭。杂碎们，来呀，继续呀！血不流干，誓不休！该死，还能自己开启短距离传送！警告：检测至高维空间波动，目标正在越过防线，坐标指向蓝星4、9成中心。给老子滚回来！那是什么？为什么会有5阶降临在城内？完了，全完了！检测到水之巡天铠甲能量回路与赤炎龙铠甲完美共鸣。水之巡天铠甲觉醒度100%。指挥官，你已完全解锁水之巡天铠甲形态，获取武装进化权限。第3幅铠甲数据库解锁成功。怎么回去？最快的方法。指挥官，2个世界的空间裂缝已被5阶怪兽的能量暂时封闭，您现在的力量可强行撕裂空间壁垒，创造新的通道。那就给老子破开！怕什么？我们身后就是家，给老子冲！我们4个拖住吧，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清理杂兵，保护平民，离火聊天。又来一个！难道老天爷真要亡我华夏？是苏晨长官，苏晨长官回来了，我们有救了！苏晨，快走，带着青龙他们走！我命令你立刻撤退！只要你们5个人还活着，人类就还有希望！走啊！
巡天。苏神，这是华夏的神，这是杨戬。哪怕我今日一手托着4九城，也必可将你斩之。撑住，一定要撑住！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啊！苏晨，小心，他能再生！再生，那就让你灰飞烟灭！赢了！苏晨，你真是华夏的守护神！苏晨，你如果今天不是你，华夏将危在旦夕。我在，成就在，人类文明永存。将军，空间裂缝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大，我们不可能守住所有地方，必须要做出取舍，建立超级据点，放弃大部分领土，集中力量。的确，从这次事件来看，怪兽已经进化出了拥有极高智慧的5阶个体，它们不再是单纯的野兽，而是一个会思考、有策略的文明。我们必须以最高的规格来应对，建起一座足以抵抗未来一切危机的钢铁长墙。不仅仅是防御，这次兽潮留下的怪兽晶体数量庞大，足够我们研制出海量的觉醒药剂。防守是守不出未来的。从今天起，我们要让全民觉醒，全民皆兵。只能守住这几个点，建超级堡垒是对的。问题是，建在哪里，怎么建？将军，只靠我们太难了。建造一座能抵御未来所有兽潮的超级堡垒，需要的人力物力是天文数字。就算掏空整个华夏的家底，没有10年8年，也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提议向全球公布我们的计划。如今，怪兽是全人类的敌人，建立堡垒对所有幸存者百利而无一害。人多力量大，这个道理我懂。合作，将军，青龙，你们是不是忘了那些人的德行？我们牵头集全球之力建起堡垒，然后呢？管理权给谁，指挥权听谁的？那些西方的政客，还有北边的蛮子，他们会乖乖听话吗？恐怕墙还没建好，内斗就先开始了。内斗？谁告诉你们我们要和他们商量了？不是在请求，不是协商，是通知。谁不服，就杀谁。华夏人捅了多大的篓子，整座城市都陪葬了，真是可怜。将军，他们发起了全球堡垒计划倡议。5阶怪兽又如何？他们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人，不代表我们也没有。去告诉他们，我们很感兴趣，是时候让全世界知道谁才是领导者了。将军阁下英明，只有在白鹰联邦的带领下，才能战胜怪兽。我方完全支持您的任何决定。好了，人到齐了。关于全球基地的提议，我们赞同，但这么大的工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我们白鹰联邦决定担起这个责任。从今天起，所有国家的幸存者和资源都要听从我们的统一指挥，严格控制人员。
凭什么？凭什么？就凭我们白鹰联邦拥有的5阶觉醒者最多。5阶觉醒者而已，我们北熊国也有。哼，没错，我们高卢国也有自己的守护神，领导权必须所有国家共同商议。海神大人，看来这些朋友对您的力量还不太了解。就凭你们培养出的那些垃圾，也配和我们相提并论？伊万，让他闭嘴！我现在提议由我们白鹰联邦担任全球基地的总指挥，谁赞成，谁反对？华夏反对。哈哈哈哈！华夏，你们又算什么东西？听说你们拼死拼活，才靠着那个叫苏晨的小子干掉一只5阶怪兽，区区一名5阶也敢在我面前说不？告诉你，我们白鹰联邦像我这样的5阶，足足有10名。你的话太多了。海神大人，竟敢对海神大人动手，找死！杀了他，为海神大人报仇！聒噪！放过我！放过我！我愿意臣服华夏！放过我！叫你们来是干活的，听懂了吗？听懂了。要是干不好，我就送你们去见阎王。苏晨先生，我们北熊国完全听从您的调遣，我们也是。一切以华夏的指令为准。从今天起，全球所有4阶及以上的觉醒者，每月必须进入空间裂缝，猎杀10头同阶怪兽以及1万东3阶怪兽。这不可能！进入裂缝，那根本就是一条死路！你这是要让我们所有的高阶觉醒者去送死？没错，历史上所有进入空间裂缝的探索队，没有一个能回来的，连信号都传不出来。这不是任务，这是单方面的屠杀，我们绝不接受。我进去过，而且活着出来了。怎么可能？自空间裂缝出现以来，从来没有人能活着从里面出来。那是你们派去的人太弱，连空间裂缝里的压力都承受不住，自然会死。裂缝后面不是虚无，而是一个完整的怪兽世界。这东西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华夏最新研制出来的觉醒药剂。苏晨先生发布的任务不是为了让你们去送死，而是为了筛选出真正的强者。只要完成任务，猎杀怪兽，就能获得相应的兑换点，而这些兑换点可以用来换取它变得更强。它能让你们的人突破瓶颈，变得更强，甚至创造出更多的觉醒者。苏先生，药剂确实诱人，但空间裂缝它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根本毫无规律。对，等我们监测到裂缝再赶过去，恐怕怪兽早就冲出来了。这种任务根本没法常态化执行啊！谁告诉你们一定要等裂缝自己出现？难道不可能？那是空间法则，人类怎么可能掌握？机会给过你们了，从今天起，各国4阶以上觉醒者来华夏报道，哪家少了一个人，我不介意亲自登门，带你们的全家老小去裂缝里长长见识。谨遵苏先生之命。大人，
华夏那边传来的最后通牒，所有4阶觉醒者必须在今夜子时前抵达华夏报道，距离截止时间只剩10分钟了。报道？去当苦力还是去送死？那个叫苏晨的，真把自己当成全球霸主了？可是大人，听说白鹰国和北熊国的人都去了，那苏晨手段极其残忍。那是他们没用，在阿三国的土地上，我就是神，逼他封访，笑话。不用理会华夏的风言风语，接着奏乐，接着舞。我这个人最讨厌不珍惜时间的人。苏晨，哈哈哈！你居然真敢单枪匹马杀过来，你以为？还剩一家。苏晨那小子明显是在立威，我们要是不去，后果恐怕……怕什么？我们几个国家联手，觉醒者没有1000也有800，他苏晨再强，难道还能把我们全杀方不成？只要我们按兵不动，他绝不敢轻易。大人，不好了！华夏的那个杀神，他在来的路上了。阿三国那边传来的消息，库马被一招杀了。你说什么？一招？飞机，快飞机！全员4阶，立刻出发去华夏，1秒钟也不准耽误！快！大人饶命！误会，全是误会。我们不是不去，是刚才在安顿家属，对，安顿家属，刚忙完，正准备动身，您就到了。华夏有句古话，叫忠臣不事二主，我们这就跟您走。安顿好了，那就走吧。晚1秒，我就送你们全家去地底下安顿。规矩只说一遍：进裂缝杀怪兽，出去后上交金盒，3阶100点，4阶1000点，5阶10000点，1000点积分换1瓶觉醒药剂。杀一个同阶就能换1瓶，他是疯子还是救世主？只要杀够10个，我就能冲上5阶了。哈哈，100点，又是100点，药剂是我的啦！兄弟们冲啊！这哪里是地狱，这根本就是金矿！这种气息。警告：检测到6阶领主级怪兽虚空领主。6阶，那是能毁灭一个国家的怪物！跑，快跑啊！那是火。不过是只大了点的虫子而已。上！完了！苏大人被正面击中了，那可是6阶怪兽的全力一击。
定海武装加载完成。那是东方的战神，齐天大圣！给我跪下！一棍就没了，那可是6阶啊！警告，检测到8阶能量波动，判定为世界级灾害源。指挥官，您尚未解锁第4副武装铠甲，当前状态无法与之抗衡。重复，立刻回归蓝星，立刻回归！这是什么？所有人撤退！苏晨先生，发生了什么？伤亡情况如何？秒杀！一招秒杀！什么秒杀？辛格先生，请冷静。苏晨大人，只用了一棍就杀了一头6阶怪兽。排好队，交出金盒，领你们的命。辛苦辛苦，这是我这趟的收获。这一趟收获怎么样？还行，还杀了一头6阶。全球堡垒进度怎么样？托你的福，工程推动速度极快，马上就要结束了。这种高墙采用了最新的晶体合金技术，配合觉醒者加固，足以抵挡5阶怪兽的正面轰击。5阶勉强够看。另外，你带回来的那批晶核简直是雪中送炭，不够，远远不够。药剂生产线必须24小时不停。你是说，兽潮真正的足以淹没文明的超级兽潮，很快就会爆发。以我如今的实力，6阶怪兽已不足为惧，但是那个异世界里竟然存在着一头8阶怪兽。林浩，这只8阶怪兽是不是怪兽之主？指挥官，根据能量模型分析，该8阶生物并非怪兽之主，在那个世界的地壳深处，系统检测到一个能量反应远超8阶的活体生命源，其能量层级已超出当前数据库的解析上限。我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必须想办法尽快解锁第4副铠甲。快拉响警报！有怪兽入侵！这是最高级别的警报，有怪兽入侵！我的天，这么多怪兽，这得是多少晶核啊！发财了，这波打完，老子说不定能冲上6阶。兄弟们，还等什么？苏晨大人给我们送积分来了！冲啊！外围清剿，不要贸然深入兽巢腹地。这次兽巢的集结方式很奇怪，怪兽可能存在指挥者。苏晨大人，您就放心吧，就这些杂碎，我还嫌少呢，根本不够我们分的。这是什么？人类，我们并无恶意，我们的世界已经毁灭，无法生存。我们跨越无尽虚空而来，只想与你们共同生存在这个星球。
他们会说话，他们不想打仗。如果真的能和平相处，是不是就不用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们怪兽一族生性喜暗，习惯在地底深处生活，而你们人类则沐浴阳光，驰骋于地表之上。我们之间并无根本的生存冲突，只要你们愿意，我们愿与人类划分界限，和平相处。哼。我只知道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定海铠甲，附甲完毕。和平共处，说的这么好听，无非是因为两个世界的规则还未完全重叠，你们那个躲在地底下的王还无法降临罢了。想要这片土地，跨过这条线，或者跨过我的尸体。规则，人类，你对力量的认知简直肤浅的令人搞笑。王的存在不是你们这种低等生物能够想象的。区区世界壁垒挡得住虫子，却拦不住神灵的步伐。少废话！华夏汉土，寸步不让！冥顽不灵，看来你们更习惯在废墟上求饶。老大，快躲开！给我碎！打得好，干死这只杂毛鸟！人类，你们不过是在毁灭的边缘垂死挣扎。既然拒绝了恩赐，那就化作这片大地的养料吧。防御！快命令全员防御！定海铠甲深度解析已完成，核心模块解锁100%。解析完了，那就杀个痛快！那是什么？是大圣，那是我们华夏的战神。给我下去！我操！人类，你赢了我又如何？规则是不可逆的，两个世界必然重合。你们的世界注定要沦为我们的狩猎场，王终将会降临。蝼蚁，尔敢杀我子嗣苏晨！啰嗦！你在那边狗叫什么？杀了又如何？你若敢跨界而来，我也必将你斩于棍下！狂妄蝼蚁，杀我血脉，毁我布局，死！这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力量，那是神，那是怪兽的神。隔着一个世界也想杀我，滚回去！
竟能伤我真身！待两界完全融合之日，吾定当亲自跨过界域，将你这方土寸草不留。我操！赢了！苏晨万岁！华夏战神！华夏战神！检测到宿主完成弑神成就，战力突破当前上限，能量回路重组中。恭喜指挥官成功解锁第4副铠甲模块，破军。你若敢横跨界域，我必斩之。隔着位面都能重伤苏晨的大圣机甲，那家伙至少是9阶之上。9阶之上，那是人类从未触碰过的禁忌领域，我们拿什么打？不急，跨界代价极大，他被我伤了本源，短时间内过不来，我们还有时间。苏晨，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刚才那一战你用的是第几种异能？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手段？我有5种，5种，5套铠甲，对应5种极致法则。难道一直以来我们的想法都是错的？先知临终前留下的预言，说华夏将会有5圣护国，终会迎来一位救世主。我们一直以为是5个人，但这个想法根本就是错的，应该是只有1人才对，而那个人就是苏晨。将军猜的没错，我的这5套铠甲不仅仅是武装，它们对应的是5行法则。痛快！难怪我总觉得千套编制缩手缩脚，老子早就不想当什么司长了。既然预言里的救世主是你，那我提议从今天起撤销5司编制，以后就你一个司长，我们全都听你的。达者为师，苏晨，这担子你得接。当务之急是提升所有人的实力。你们发现了吗？裂缝中降临的怪兽等级越来越高，按现在的进化速度，光靠守城，我们迟早会被耗死。那你有什么打算？主动出击，只有进入怪兽世界，在更狂暴的灵气环境下，才能跨越式的变强。苏晨，这太冒险了！你刚刚才斩了那怪物之主的一只手，你现在进去，他必然会疯狂报复，那是他的主场。他没机会了，强行跨界已经伤了他的本源，再加上被我断了一掌，他现在的状态只会比我更差。短时间内，他甚至不敢露面。5阶觉醒者就已经达到了撕裂空间薄弱处的临界点，我们要在那头养好伤之前去他的领地收点利息。今天的任务指标：斩杀4阶怪兽1万只，5阶1000只。妈的，怪兽都死哪儿去了？不对劲，这里太安静了。估计都缩在老巢里了。4圣听令，脱离大部队，随我深入侦查，其余人原地建立阵地，清理残余怪兽。我感觉到了，地下有东西在震动。操！他们在玩诱敌深入！救命！他们从后面钻出来了，太多了，全是5阶，阵地守不住了，请求支援！全线被围了！报告指挥官，检测大范围高能反应，4圣级先遣部队生还率正在急速下降。想围猎我的兵，那就看看谁才是猎物。天蓬不假。妈的，杀不完，根本杀不完！别废话，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我靠！
那是司长。所有人向我靠拢。术界降临。碾碎他们！该死，这群吃错药了！他们怎么可能精准卡死我们的撤退路线？这简直是掐着我们的脖子在打！青龙，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每一个伏击点都像是提前量好了尺寸，我们每次刚摆脱一波，下一波就正好堵在撤退路上。队伍里会不会有人叛变？奸细！操！要是让我知道谁敢当奸细，老子直接把他的头拧下来当球体！别废话了，现在的目标是活着撤出去。太多了，根本杀不完。他们在等我们自己倒下。叛徒吗？那就一个不留！我操，这就叫降维打击吗？司长，不对劲，怪兽的伏击太准了，我怀疑咱们内部出了叛徒。知道了，这种事回去再说。现在先带兄弟们回家。开路！全员撤退！和平久了，总有软骨头想跪下求生。居然真的有人敢当奸细，简直是耻辱！靠！那帮孙子居然相信怪兽的鬼话，帮畜生害自己人，这脑子里装的是大粪吗？既然他们喜欢传消息，那就让他们传。司长的意思是，将计就计。他们想摸我们的底，我们就演一场戏给他们看，顺便利用这次诱敌，再收割一波怪兽核心，给兄弟们提提成色。这就是你们口中万无一失的计划，损失了10万子民，却连那个苏晨的一片甲都没留下。如果你们舍得派出高阶怪兽，又怎会让苏晨有机会把人救走？卑微的虫子，既然计划失败，我们也没有必要合作了，消失吧。等等，我还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里应外合，直接端了苏晨的老窝。但这次你们不能再藏着掖着了，必须派出8阶，最好是9阶怪兽。不可能，谁知道这又你们人类演的哪出戏？你们人类最擅长的就是背叛。不过这一次，我会亲自降临。成功后，蓝星的地表归我们这些新人类，地底的资源和血肉全归你们。成交。苏晨，监测到了异常的空间波动，那帮家伙真打算动手了。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司长，要你一句话，我现在就去把这几个叛徒给揪出来点天灯。揪出来干什么？他们现在还有用。他们想里应外合，那就给他们开个方便之门。司长，你是想？计划很简单，关门打狗。鱼儿想吃饵，我们就给他们拌点毒，传个假情报出去。今晚换防，华夏防线能量核心需要短时重组。苏晨，如果对方不上当怎么办？那帮家伙能潜伏这么久，恐怕没那么蠢。一定会，贪婪会遮住他们的眼睛。只要能杀了我，也许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这个险，他们必须冒。指挥官，已强制破译全球所有公用及私密通讯渠道，正在进行关键词捕捉，目标锁定，拦截到一组通过多重跳板加密的异常信号。搜查信号源头，0号。信号源捕捉成功，信号出自英藏国人工智能主脑宙斯的底层协议，
信息已翻译。今晚24时，城墙换防将通过后门程序关闭能量探测3分钟，接应8阶怪兽降临。今天晚上的行动一切照旧，让他们进行，而后再收网。司长，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了？既然知道了计划，干脆我们立马将他们控制住，然后再假装他们不就行了吗？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手？怪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兄弟们，华夏那边传回消息了，今晚换防，高阶觉醒者要进入怪兽世界。这不是天助我也吗？苏晨那小子今晚还要去异界巡航，他一走，8阶怪兽降临。留守的那帮残兵败将拿什么挡？要我说，华夏那帮人就是彻头彻尾的蠢货。怪兽都说了，他们只要地下地表留给我们，非要硬拼，非要当什么救世主，简直是脑子进水了。盯紧了，只要苏晨一进裂缝，马上给那边发信号。小心点，这不仅是打狗，还是钓鱼。要是鱼太大，别硬撑。放心好了，他们想玩大的，我就陪他们玩个够。都怪这废物办事不力，赶紧去完成王的指令，一个虫子而已。跪下投降者可免一死。你怎么可能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已经进入异界裂缝了吗？你指望几个吃里扒外的废物能给你争取时间？杀了几个蝼蚁就敢在本座面前狂妄？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你。0号，权限全开，让这畜生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神。接收最高指令，铠甲共鸣率100%，终极武装进化天蓬元帅真武真身。这一击接得住吗？找死！这是什么力量？这不可能！废话真多，给我滚下去！卑贱的爬虫，你真以为赢了吗？献祭无邪，深渊之怒！警告！目标生命级产生异常变动。临死反扑，在我面前，你连自爆的资格都没有。东极奥义，北极天罡，破军！疯子，我们不过是想要一处能生存的栖息地，你们人类霸占着蓝星，为何不让？栖息地，拿人命填出来的土地，也配叫栖息地？死吧！虎王救我！精彩，
人类居然能把原始的力量运用到这种地步。这家伙体内的能气像黑洞一样深不见底。警报！检测到未知高维能量穿透，防护层防御无效。真是个有趣的生物。你们人类的内斗，我看得很清楚。为了那点微不足道的地盘矿石，可以互相算计，发动战争，甚至不惜跟我们这些怪物合作。既然可以跟同族相残，那为什么不能跟我们合作呢？合作？你们算什么东西？算什么东西？按照你们人类的社会学定义，我们应该算是你们的远房亲戚。亲戚？你在开什么玩笑？别露出这恶心的表情，你我其实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过都是被那些存在圈养在这个名为星球的笼子里挣扎求生的牲畜罢了。难道你不觉得奇怪，为什么两个毫无关联的世界会重合吗？那么多世界，偏偏是蓝星呢？你知道？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进化。进化？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背后操控这场斗鼓？显而易见。只是那些曾经观察我们的造物主似乎也出了问题，他们消失了很久。或许在更高维度的眼睛里，他们也不过是另一群被圈养在更广阔实验室里的牲口罢了。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弱者只配作为进化的燃料。原来如此，谢谢你替我解答了长久以来的疑惑。卸载北极天宫天蓬模组，加载核心指令莲花化身降魔模组。杀！这不可能！没用的，在绝对的维度压制面前，这种程度的爆发不过是……谁告诉你，我的目标是你了？尔敢！这种废物，留着也是浪费空气。能量模块满足临界点，金龙如意，玄坛真君已激活。很好，你成功挑起了我的杀意，人类死！卸甲！龙虎玄堂赵公明魔骨已就绪。还给你！这股力量，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对你们人类真的越来越好奇了。好奇？先买张去地府的门票。给我站！给我站！你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人了。不过，很快你就会变成孤家寡人了，说不定是这个宇宙里最后一个人。什么意思？两个世界要撞在一起了，巫王将亲自跨越破碎的界域降临。
警报！空间维度正在发生不可逆坍缩，预计完全融合时间1分钟。混蛋！玄堂奥义，万宝飞逝。我说过，杀不死我，我即是王意志的一部分。只要王还在，我就不灭。那就连你的王一起打爆！没用的，苏晨，杀了我你也救不了他们。逃吧，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向宇宙深处吧！闭嘴！吴王已经扣抢了你们世界的门扉，他会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抽出来，挂在战旗上。蓝星已经完了。别发愣，开火！死也别让这些怪物进城！这种规模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战斗，咱们还能赢吗？是苏晨，他回来了。是战神回来了，我们有救了！人类若放弃抵抗，吾愿保留你们的火种，在这个由我主宰的新世界里苟延残喘。活下去，我们能活下去了！听到了吗？别打了，投降就能活命！苟延残喘，老子宁可站着死！做出你的选择，挑战我的虫子。好啊，就让你看看虫子是怎么撼动你这片天的。有趣的技巧，但本质依旧弱小。这是华夏的神！死了！不可能！苏晨他……吾的子嗣们，上吧！将这个世界变成你们新的家园！我说过，只要你敢越过界域，吾必斩之！有趣的挣扎，但你拦不住。林浩，有没有任何办法能彻底关上这扇门？最终武装形态，核心为位面起点。
自毁程序产生的能量足以撕裂两个世界的重叠坐标，强行中断融合。简单来讲，机甲自爆可以让裂缝连同它一起消失。执行。苏晨，如果那个王真的降临，我们该怎么办？我去破坏掉两个世界的重合点就行了。那你还能活吗？将军，此行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0号，启动自毁程序。